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一听到别人夸美国就气得跳脚？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礼仪之邦，现实中却成了冷漠、猜忌、势利的社会？为什么中国人个体聪明，群体却总是一盘散沙？而唐人街上的同胞为什么对洋人低头，却对自己人下手最狠？今天我们就来读博洋的这几篇文章：酱缸区的别扭，目光如豆，不讲是非，只讲正路，一盘散沙，还有那篇令人心寒的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酱缸区的别扭。当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在台北自立晚报上陆续发表的时候，该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就挨过这么一记闷棍。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从200公里外的台中巴巴打电话给他，后之曰：孙观汉写的文章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文化也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乎？太不像话，太不像话。罗先生当时就在电话上勉之曰：老哥，赶紧往酱缸外跳吧，再不跳你就成了酱缸区了。顺便声明，酱缸区可就是罗先生这么顺口发明的。修理庙打板子时务清认清屁股。酱缸区心里之所以别扭，大概觉得中国乃礼仪之邦，不但是礼仪之邦，而且是最最古老，圣人又最最茂盛的礼仪之邦。关于这一点，我们12万分的同意，想来孙观汉先生也会照样同意。盖一则是自尊心使然，二则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比不上印加帝国外，我们故事古得很也。问题是中国的礼和中国的义，到了今天似乎只在书本上才有，或只在圣人言论集上才看得见。呜呼，中国只是文字上的礼仪之邦，在现实生活上却是冷漠之邦、猜忌之邦、粗野之邦。摘自《猛撞酱缸集》。目光如豆。人人都说中国有5000年文化，有5000年文化，当然有5000年文化，但一切光荣都属于过去。诚如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先生看了《孙子兵法》后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古代中国人，不佩服现代中国人。话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先生决定不来台北议，对中华民国政府眼巴巴的邀请，拒绝词虽然婉转的无懈可击，但不肯来的事实却斩钉截铁。呜呼，这就叫人忽然想起当年的往事。想当年，肯尼迪先生奉天承运，刚坐上总统宝座，鲁斯克先生尚是一位对中华民国不太友好的小民。一个小民妄议国家大事已够荒谬，而更荒谬的还是他竟写了一封信给在台北的某一位立法委员，要求来台北访问，称是天大的不识趣。某立法委员把信转交给外交部之后，是不是真的有人笑掉了下巴我们不知道，但结果却是知道的。假使对每一个唱反调的人都表示欢迎，岂不人人都要唱反调乎？意料中的当然没有下文。做梦也梦不到，风流水转，有一天该鲁斯克先生竟当上了国务卿，中华民国之官，不得不前居后宫。不知这算不算优良传统文化中的一条？在这里加一句，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对待卢比奥，先是制裁，然后看卢比奥当了国务卿，就给卢比奥改名为卢比奥。论幽默，你不服不行。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于是使人又想起当年的另一往事。10年之前，吴廷艳先生以小民身份经过台北返回越南，张君迈先生有意介绍信给某大官，告以吴先生有掌握越南政局的可能性，为奠立两国友好合作之基，他建议应盛大招待。结果似乎比对鲁斯克先生更惨。第一，盛大招待没关系，但他将来万一没有前途，我们交这种朋友算啥？而且看他的模样，不像有啥苗头。第二，凭随便一个有官位的小民介绍信，便盛大招待，岂不提高该小民在海外的地位？于是吴廷艳先生只好在松山机场冷冷清清度其过境时间，
连鬼都没有一个去瞧瞧他。而今施立言只好弃灵于自己的幻觉，希望大人物都有不计旧恶的美德。大人物真不计旧恶耶？有些大人物固然宽宏大量，但也有些大人物不见得太上忘情。后来张君迈先生赴越南讲学，越南以国宾之礼隆重欢迎，洋人对中国学人如此礼遇，100年来还是第一次，乃中国之荣。可是台湾报纸却一字不提。中华民国大使馆迫于形势，不得不举行一个盛大酒会，届时各国使节和所有应邀的知名人士全部拥至，只有2个人没来，一位是吴廷艳总统，一位便是张君迈先生，弄得下不了台。这还不算，据说吴廷艳总统下令取消华人国籍，也有其感情上的因素，则影响就更巨矣。用不着再搬孔孟学说来证明中国人如何好客，如何待人，那一套早已死绝，和现代人的思想行为根本是2回事。官儿们尤其如此，混事混到如此现实，如此肤浅，对手里没权没钱的人一律看不起，等看得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鲁斯克先生过境而不入，能怪他乎？摘自妙珠集。不讲是非，只讲正路。施立言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事例为是非。吴友涂申鸿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的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了，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禁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港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殆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施立言。摘自《猛撞酱港集》。博洋先生曾介绍过唐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6君子殉难的悲剧有很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6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施立言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6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前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施立言，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摘自《猛撞酱港集》。一盘散沙，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的。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
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留美的、留英的、留法的，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1名。日本人那时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3K 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儿，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儿。洋朋友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1毛不拔罢了，而其他方面的贡献，如宗教、科学、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犹太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1对1。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7进7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2个中国人对2个洋大人，或2个以上的中国人对2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蒋刚区先生忽然发了杠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的关于合作的教训。鄱阳先生如果也发了杠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的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摘自《猛撞酱缸集》。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大多数中国人仍在努力地不忘本，努力地不团结，努力地窝里斗。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惨烈的窝里斗。听说美国有个机构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这些特质，为啥对白人那么驯服，而对自己同胞却像杀手？自从华青帮隆兴之后，唐人街很多中国餐馆受不了这种东风西渐，就重金礼聘一位白老爷，往柜台一坐，好像辟邪丸一样，华青帮就不敢上门。这是低知识层面，而高知识层面大概姜是老的辣，表现自然更出类拔萃。同在一个大学堂教书，又同是从中国来的，按情按理应该相亲相慕，如租如手。直到伯老身临其境，才发现天下事竟然真有不情不理的。学堂名称和当事人姓名可不能写出来，写出来准备活埋。那些学人专家兼专家学人，写起文或讲起演，呼吁团结，文情并茂，连上帝都能为之垂泪。可是他们相互之间却好像不共戴天。贾老爷请我老人家下小馆，绝不邀请乙老爷参加。丙老爷一听我在丁老爷家打地铺，立刻声明不交我这个势利眼朋友。从乌老爷那里出来，请他开车送一程到几处。你说啥？去找那小子？你走路慢慢练腿劲吧。唐人街已成为中国人吞噬中国人的魔窟。有些没有居留权的小子或老奶被关到成衣厂，每天工钱只够喝米汤的，
跟当年黑奴相差无几，一生就葬送在那里，连个哭诉的地方都没有。既令找到哭诉的地方，也不敢哭诉。几乎所有的黑店都是专门为中国同胞而设，对白老爷可连眼都不敢眨。学堂和政府衙门的中国人也不能例外。你如果遇到一个中国人顶头上司，那可得小心加小心，不但升迁无望，一旦裁员，你可是第一个卷铺盖。该顶头上司要向杨大人表态，俺可是大公无私呀。事实上他的私连航天飞机都装不下。为了给白老爷好印象，不惜把中国同胞宰掉，用中国同胞的尸体作为他向上爬的台阶。中国人传统的神经质恐惧，使自己先天的注定要永无止境地被骗被坑，挨打受气。仅以平霸兼联邦骗财这件奇案来说，老姐最初向我一五一十吐苦水，可是一听我有意把它写出来，就吓得花容失色，涕泪齐流，曰：好老头，你远在台北，狗腿自可无恙，俺弟弟却留在旧金山，你害了他呀，你这个老不死的惹祸精呀。硬是把鼻涕往我身上抹，逼得我当场发誓，如果行诸笔墨，叫我掉到茶盅里淹死。呜呼，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人天性懦弱，从不敢据理力争。凡是据理力争的，全被降纲区之辈视为不安分的偏激分子。大家都在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里过日子，等候着玉皇大帝忽然开了窍，来一个恶人自有恶人磨的头条新闻。抗暴起义的英雄壮士竟成了同等量的恶人。于是善人也者不过窝囊货兼受气包，既没有勇气又没有品格。华青帮所以不敢碰坐在餐馆柜台的白老爷，因为他们深知欺负中国人跟欺负蚂蚁一样，中国人怕事怕得要命，对任何横暴都习惯于逆来顺受，噤若寒蝉。而一旦欺负到白人头上，律师出现，那可没个完。博洋先生在去美国之前，朋友祝福曰：你回来后希望不要说中国人在哪里都是中国人的话。而如今忍了又忍，还是要这么叹息。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中国人前途的艰辛。在美国黑白杂陈的社会，中国人却单独奋战，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所以爬到某一种程度也就戛然而止。不要说永远赶不上犹太人，就是距日本人、朝鲜人都相差10万光年。日本移民比中国移民少一半，却选出了2个国会议员。伯老可以预言，又要摆挂摊了。再过100年，中国移民也选不出一个。不信的话，咱们就赌1块钱。印第安人酋长杰克上尉有一段沉痛的话：你们白人没有打垮我，打垮我的是我们自己的族人。白人也没有排斥中国人，使中国人处于困境的是中国人自己。摘自踩了他的尾巴。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分享了降纲区的别扭、目光如豆、不讲是非只讲正路、一盘散沙和唐人街吞噬中国人的魔窟这5个小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